好啊，我们台下的这个欢呼声也是非常大了，在这里的话呢，大家也是再次跟各位打个招呼吧。从预言队长这边开始。Hello， 大家好，我是预言。啊，呼声再飞一会儿。好，到这边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嘉义。欢迎两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么本次的比赛项目呢，就是第五人格。那上一场比赛啊，咱们刚刚打完这个英雄联盟，这一次马上就要切换到第五人格了。想问一下预言队长，对这个游戏的熟悉程度跟英雄联盟比起来怎么样呢？英雄联盟肯定要比这个游戏熟悉，因为这个游戏我有点恐惧，所以我有点我不太敢练。我感觉我就是熟悉一下，大概知道怎么玩，然后我就不敢玩了。啊，就是练习了一会儿。对对对。是觉得这个游戏的各种画面，还有是它的玩法比较复杂吗？其实还行，其实不复杂，就是总感觉有人在后面追我，我就特别焦虑。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成为追人那个人呢？有啊，我有玩过呀，我就感觉追人很快乐。啊，那接下来有可能预言队长就要去追人去了，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看大家怎么玩吧，我就是替补就行。OK 啊，这个预言小姐姐还是一直在深藏自己的一个实力啊。好，那想问一下嘉义队长，那相比上一个游戏《英雄联盟》，那这个游戏的熟悉程度怎么样？还可以。还可以，你也是个老玩家吗？18年开始的。啊，那确实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玩家了。然后你在游戏当中，你比较喜欢追人还是被人追呢？喜欢当求生者。啊，是那个意思。然后你有没有一些独门你自己的小技巧可以分享一下给你的粉丝们？就跑就行了。跑就行 ，OK， 没有问题。那对于今天的队友熟悉吗？还不太熟悉。啊，那这样就非常好了，因为接下来我们有熟悉的机会。那预言小姐姐呢？啊，对于接下来的队友熟悉吗？一会儿大家慢慢了解嘛。啊，我了解的了解，可能并不是他本来的面目。这句话非常有含义啊，有个双手的含义。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第五人格的主播们登场了。有请礼服6524、诺西、游戏系、旺仔仔、猫子、蓝胖子、阿福登场，欢迎你们。好了，我们两支战队的各位主播们呢，也是逐一亮相。又不知道啊，他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没有一些不同的策略呢？并不知道。好，那么预言队长这边的队友们，先来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李福。大家好，我是624。大家好，我是诺西。大家好，我是游戏系。OK 啊，已经是非常清晰了。好，嘉义队长这边的队友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阿福。大家好，我是里面非常有实力的一些主播啊，想问一下预言队长，你们的队伍要叫什么名字呢？绝对不上天。绝对不上天。OK， 没有问题啊，这个名字就非常有趣。那个嘉义队长啊，你们这边，你来抓我呀！要抓我，前面就说你过来呀，然后这一把就是你来抓我是吧？对。OK 啊，非常有趣啊。那这样的话，比赛前要不再放句狠话？你来抓我呀！一语双关。送你上天。给点掌声好吧 ？Call back 了，突然间我感觉我的存在很缥缈，这已经玩起了双人转，知道吧？好，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比赛啊，在前面已经铺垫的非常长了。刚刚的一个一语双关呢，相信啊，已经是让这个比赛慢慢的冲起了这个悬念。那么事不宜迟，马上进入对战席。好的，双方都已经是准备完毕了。那到底是你来抓我呀，能逃出升天，还是我送你上天，能够更胜一筹呢？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现在把画面交给解说席。欢迎回来，这里是湖的。我们第一局的一个殿堂局是正常的一个班选。对，地图的话是月亮和公园。月亮和公园的话是适合大图。对的，它这个大图适合我们的一个监管者去游玩，好像是搬掉了苏闪。监管者目前他的一个锁定是鱼女啊。对的，那鱼女也是我们
游戏里面的一位美女监管者。对对对，其实我们游戏内的很多女性监管其实都非常强势。是的，而且颜值也都是比较在线的。对的。那看一下求生者这边目前是选择了佣兵和画家。是的。那第一位是画家，第二位是佣兵，第三位也就是我们最新的祭司。对，这是目前的一个虚妄杰作的一个时装，皮肤也是比较好看。你就能看到他好像跟其他人不在一个次元。对的，就是他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啊，和他的一个画风就已经上升那个级别了。是的，是的。旁边佣兵的话，也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联动时装嘛，对的，跟迪大克的一个联动。那最后的话，第4名求生是直接选择了幸运儿。对的，我们的猫子。幸运儿的话，在我们的庄园里面是一个默认角色，但是它的强度是一点也不低于任何角色的。是，而且它也是最近有一个新的挂件的一个加持。是的，每一个道具都有不同的一个效果，还是视觉上是非常好看的。对的。而且幸运儿在庄园里面，就它的幸运儿是顾名思义的，它可以在庄园里面摸箱子，去获得不同的道具。它的运气会比较好。是的。进入到比赛的对局，让我们看一下刷点。在了死木马这个地方。死木马这个位置的话，可以去起点，也可以去大房。他是选择鱼叉先尾一下，他应该是已经看到了桥上的人了。对的，应该是直接赶路的。对的。祭司。但可惜这边是祭司，你能赶，我也能赶。是的。那祭司去想要说右鱼里的话，得看他的洞怎么处理。抽一刀没抽到，没有打到，还是非常稳健的这个博弈。这边走平地，正常给一刀。对，还能再次利用一下第一次打出的一个洞。是的，因为这个洞鱼里第一时间没有处理掉，所以还可以循环利用。这边又打了一个洞，可以进板区。这边收插，看一下要不要回。哎呦，来不及，这边是直接被鱼里一刀收走了。对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队友的一个状态啊。这一把是没有一个 OB 位的，所以在应对一个监管者的能力上面会偏弱一点。不过画家其实如果后期强行过来想保人的话，也是能起到一定效果的。得看一下他们求生者的一个战术安排。那现在的话是挂到了鬼屋里面。对的，挂进了鬼屋的。这边有地下室，但是可能考虑到我们求生者会带第3摇，那是强挂的话可能会摇下来。对，害怕挣扎下来。那这样的话，佣兵已经从终点站那边赶过来了，想外围干扰一下画家他的一个密码机。但是你干扰的话，画家他也能同时吸画的。对的，因为画家如果想要 OB 的话，他必须得把自己的画吸出来，已经吸出来了。已经在画了，这边是闪现抢一刀。是的，闪现抢完一刀之后，这边可能要回去考虑进行个手椅，但人已经被救下来了，已经被无伤救了。但没关系，这版本是多一个天赋的，可以在24米外，如果求生者被救下来，会有个透视效果。那看一下这里，祭司的话也是把最后的一个道具给交掉了。对的。这样的话，2个人在鬼板这里围绕一个板区才能进行一些博弈。抽了一刀没抽到，有点可惜。这边双板可以全下。那想用水汽压迫一下求生者的走位，但是幸运儿已经过来 OB 了。这边可能带了把枪。对，就是一把枪，等着你一过板。不着急，这把枪可以开出来，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幸运儿一局只有1把枪，所以这把枪还是比较关键。这个时候开掉，可以保证祭司去到起点上车。起点站，对我们这张地图是有一个过山车的。那这里的话，感觉监管者也是换抓了，对，觉得你已经上车了吧？对的，你这个身位如果说再去追祭司，这一把可能是打不了的。对的，对的。这里的话，因为刚刚也是板子会被祭司用掉一块。那你刚刚把枪叼掉了，手里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道具的话，我这边追击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对的，看一下手上还有半颗球，直接拉球进板区，很稳。直接就拉出了这个水汽的一个包围啊。是的，那我们监管这边也是比较尴尬，但还抽了一刀，还行，拿到了一个状态，而且现在在幸运儿身上的一个湿气还是比较高的。对的，50的一个湿气，这边收插的话没有2阶，收不死。看一下要不要回油撞一下，再选择包，哦哟，躲掉了，可以。是的，幸运儿这波非常秀。是的，走位躲掉了回油。这样的话，追击节奏就起的比较长了，有点。对的，幸运儿现在是进入板区哦，哎呦，反向下板有点可惜，手上还有窗台没用过，在鬼板其实还能去牵制很久的，可惜。刚刚想他下板如果下好的话，一个弹射弹出去，可能逼鱼女再使用一个收插。那看一下这边要不要选择手椅，因为现在如果去手椅的话，节奏会稍微好一点。我选择来起点站干扰祭司，祭司刚刚也是没有上车的，想多抢一下密码机的一个节奏。对的，这边正常拿刀，这个位置的话离车比较远嘛，他要上去的话可能会吃一个正手。对，然后也抢了一手节奏，不挂祭司直接接传送过来，再守一波。水位移，这边看一下能不能打双倒，好像直接掏没有机会，但是佣兵被水汽给收了半血，可以。对，也是掉了一定的状态了。那这里出刀慢了一点，蹭到了一个弹射。对的。但现在很尴尬的是，幸运儿手里已经没有任何道具了，他有可能会被监管直接给架在这儿。是的，
的，没有2-6空间。这边一块短板，如果说要正常牵制的话，这边鱼旅只要把这一块给水区包起来就可以了。对，那求生者的话已经在起点站那边调整状态了。那这边想上滑低，身位有点远，第一时间没有上去，没有办法，经常被拿一刀。这样的话应该可以往起点那边挂一下，因为刚刚也是意识到了求生者有2位都在起点站这边调整状态嘛。是的。那外置位的话，还有一个画家是一直在破译密码机的，那这把密码机其实不会很慢。对，那杰斯的话是直接上车，而且鱼女给出了一些身位，看一下佣兵想不想再去救援一波。但佣兵的道具是用完了，这个身位的话，如果说想要救，可能会双倒。对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一个状态不好。不过鱼女的身位让的实在太开了，他已经被追击了嘛，要不就救一波。就怎么说，直接掏。淘汰进度还是够的。正常拿刀。是的。那这边佣兵双倒的话，对于我们节奏来讲，可能偏向一个平局。看一下这里，星源是一直围绕着这个小滑梯去进行一个牵制。继续在鬼板，那鬼板还是有板子的。这边画家过来 OB 了。我们刚刚说的 OB 出现了，对，刚刚你去干扰画家的时候，已经让他吸出了一幅画嘛。那这边看画的话，是给星源让出了很大的一个身位。但车不在起点站，对，刚刚已经开走了。考虑就是，如果说再在起点站溜的话，可能牵制时间牵制不了多久。对。那看一下画家跟佣兵那边也没有打算接着去保一下星源了。画家的话调一些状态。对。这边士气也是比较高了。81、89、90、97、98，哎呀，98，没有达到100%。是的。但这把没有带飞轮，所以这个水汽还是蛮尴尬的，一个叉直接水汽爆掉。不过星源这一波拉点的一个时间呢，也是帮佣兵以及画家那边有拖出来一个调状态的一个时间了。对的，但这把密码机还差一台，所以想要赢的话还是要看一个开幕。如果求生者的话能进行一个3人3出，那这把还是能赢。如果说正常一个对局的话，那这把可能是偏向一个平局往下了。对，那求生者这边的话是起了一个大洞，祭司跟画家。祭司过来了，哎呦，那就赶紧钻回去。对的，不好在祭司自己钻大洞是没有残影的嘛。是的。那其他的队友像你进行一个大洞的钻进钻出的话，会留下个残影，这个残影就时间还比较久。对的。看一下起点排人，这边是有耳鸣的。对，但是其实是佣兵一直卡在这里，因为你刚刚多去打了祭司一刀嘛，导致你现在脸上也找不太到求生者的一个位置。是的，而且佣兵卡在2楼是比较安全的。那这个时间点的话，给到祭司和画家是一个打状态的好机会。是。看一下2个人有没有会面，还是说选择先去抢一下密码机？因为双方还都有道具嘛。是的。那这边看左下角的话，祭司是选择抢密码机了，因为现在破译加速出来之后，其实破译密码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对，而且主要你鬼屋一直有个耳鸣在这里啊，也不好直接传送。这边是画家在卡耳鸣的位置是比较好的。看到你了，毕竟你是个半状态。是的，这边收插直接放话没有问题。那可能要上车了，车应该是2站。那传送要不要交？这边选择守密码机，还是说可能守密码机了，可以直接传过去是个祭司。祭司现在手里是有2个洞，不过他现在那个位置会比较尴尬啊，不太利于他去打这个传送。直接个回游收插，但是这个湿气还是比较还是走出去了。对的，利用自己的道具。走到脸上了，有点可惜。那这样的话，密码机被压的话，可能会偏向一个3刷起步的情况。对，不过佣兵的话也是因为刚刚去摸了一个香水嘛，那他一会儿的话，如果救援的好，其实是可以不掉状态的。通过香水的一个回收，可以把自己的状态回满。然后画家也在你脸上去给一个密码机的压力。对的，看一下佣兵这边，走位柳掉可以，这一下回游没有撞到，手上还有瓶香水，救人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压力。67的水汽，看一下不要被收到就行。还在躲。香水，这一刀没有吃到有点可惜啊。如果吃到的话，这边呢还能保祭司一个26，但这边选择没有手乙了，可能是密码机的压力太大了。对的，因为刚刚的话画家也是一直在抢。对的，抢密码机，这台密码机也没有差很多的。那你这一把如果想要监管的想要进行一个3抓或者7抓的话，必须得在最后在密码机上面做点。但是你也是放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角色祭司嘛，祭司首先他调状态的时间是非常快的，而且他在后面对局发挥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是的，就我们进行一个拉扯或者说进行一个博弈阶段的话，祭司的一个大动和小动都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对的，而且鱼女在排求生者位置的时候是让出了太多的身位，这样也让佣兵直接是保了一个状态去救了一下画家，而且身位让的还是比较开的。看一下要不要选择追击佣兵，选择挂一个1铲。
能看到祭司已经又去新开了一台密码机，因为狮龙跟帐篷这里有2台挨得会比较近嘛。对的，这边重启的话，对于整个节奏来讲也不会有很拖。对，因为现在监管者他去追击这个佣兵嘛，首先他可能倒地速度会慢一些，其次他是一个没挂过的一个状态。对的，而且本身佣兵是有一个赖挂的效果，所以说他上挂完全是不亏的。然后现在蓝胖子也很有意识的说，我离队友的那台密码机带得远一点点啊，多拖你一点时间。对的，往角落倒的话，这把起码不倒1铲，然后同时在外置位破译的第2台密码机也差不多能到70、80了。就看一下一会儿求生者是打算派祭司还是画家过来进行救援。是的，这边也是很稳健，因为你毕竟是一个2阶鱼女，所以还是先调整一下状态。对的，把自己的状态打满之后再来救援会更加稳健一点，因为2阶鱼女的一个手椅能力是比较强的。是的，是的，而且如果想从帐篷走过来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地。是的，这边看到密码机是已经压好了。压好密码机之后，这边的画家压力会小一点，他只要保证在救人之前能把刀吃下来，就是即使倒地了也能把人救下来。是的，这个水汽的话也没有完全围到。是的，61个水汽。那看一下，我想犹豫了一下。对，是在手椅还是密码机上面。那这样的话反而给到求生者一些空间，我直接亮掉了。对的，所有人得到了一个回光返照的一个状态。那佣兵这边因为是先亮的密码机再救下来，所以他的状态并不是一个满状态。可能一刀倒地，不过我们能看到祭司那边好像已经在起大动了。对，这也是我们刚刚说为什么祭司他这个角色在对局里一个强势的地方。是的，他在开门战的一个大动处理，就是你监管者如果想要去进行一个守门，那你必须要先处理大动，不然你传送过去之后会发现有个大洞在这儿，处理不了。这个话很危险，因为蓝胖子他已经牵制到了一个地窖的一个位置啊。刚刚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把他击倒的话，可能就会完成一个求生者这边是一个极限的3跑。对的，所以说这一把的话，对于我们双方来讲是一个平局，还是可以接受的。对，就感觉双方打的有来有回嘛，从起点站打到了终点站，把我们整个月亮河公园玩了一个遍。对，玩了遍，而且我们的车也利用上了，就是让大家看。现在镜头也是给到了我们预言小姐姐啊。是的，我们的明星选手。对。是在感觉在思考，就是说，哎，我一会儿选择怎么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我要怎么样去进行一个牵制。对的，那把自己的一个角色就是好好选择一下。对，因为我们很多求生者玩家嘛，他们在很多队伍里，其实很多的一个牵制是有一些定式的。对的。角色选择的画面啊，监管者目前是锁定了红夫人。红夫人的话，是我们第5人格里面比较常规的单刀型监管者。对。那求生者这边果然是，反正已经看到前锋了啊，我们就比较期待的 OB 位。对的，众望所归也拿出了小说家。其实我感觉小说家在平时的排位里啊，对监管者来讲，怎么说也是一个会比较难受的一个角色吧。就看到的话，他在说是应对监管者上面，他自己是能牵制的，然后同时他也有一个前 OB 的能力。对，有一定的一个保人能力。对的。那这边求生者还选出了一个囚徒，那囚徒出来的话，能保证我们破译密码机的一个进速度啊，是不会太慢。那最后也是选择了一手幸运儿。那么幸运儿、小说家、前锋加一个囚徒的阵容，就在破译密码机和 OB 以及他们的牵制，就还是比较平均的。对的，因为现在我们囚徒最近也是经过了一波调整嘛，他开局先连电嘛，让自己处理的更快一点。是的，直接连到了密码机桥，对的，以及帐篷里。那囚徒连线之后，他的一个破译速度会加10%。是的，那红夫人选择开局就碰前锋。这个还是比较大胆，但是真的让他拿到了一刀，抽了一刀。是的。那开局追前锋的话，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是镜像拿的一刀，还行。对。那整体节奏的话，对于前锋和红锋来讲都是能接受的。就看下一波镜像的一个躲避了，需要抬进的时间，利用自己的一个橄榄球拉开这个镜像的攻击范围。但是现在被平地逼球了，那这样下一个镜像好了的话，可能没有办法规避这一刀了。对的，这边先选择踩板。镜像 CD 好了之后，还是犹豫了一下。那这样的话，球 CD 好了可以拿手走。那前期的话，把前锋那个球如果逼得差不多，那后期像 OB 那就稍微有点困难。但是没关系，我们有幸运儿，幸运儿可以帮助前锋去摸一个道具。对的，我们能看到幸运儿的第一个福袋还是没有开的。对，还是准备稳一手。闪现，哎呦，但是这边闪现有点急，空了一刀，但没事，后续还是追了一刀。那这样的话，前期击倒前锋的一个速度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因为囚徒开局是直接连电去修机嘛，所以说现在他这个密码机是能够得到保证的。对的。
那这脸上边就是624的小作家，而且顶着个通缉，那你也别修了，你过来看一下怎么样去准备救人的。对，把这个前锋救下来之后，看一下能不能保一保。是的，这边镜像在选择犹豫，如果不选择镜像去逼救的话，那可能要被小作家吸出一张树叶来。对的，对，现在已经是说在看监管者了嘛。对。但可惜没有吸满，因为如果这边把书吸满之后，可以控制我们的监管者。对，直接让他反走。这样的话，一个镜像，感觉这个身位，不过红夫人他是选择拉进去打掉，反而说给前锋一个拉远的一个机会。是的。那这边在转镜像过去之后，给前锋一个身位了。那这边前锋上了滑梯，可能不好追击了，还得交个镜像。对，那这样的话是完全拖出了一个有化险为夷的一个时间嘛。是的。啊，而且这一把是带球突的，球突在外面是持续破译，非常舒服。对，密码机也是比较快。对的。看一下这里，红夫人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前锋他的一个交扑速度非常快嘛，只能等着有镜像。是的。这边的话是击倒，但是这个时间点对于我们监管者来讲，本来可能有3抓4抓面，但这一把最好这么忍住。看一下，因为我们能看到星源已经摸出一把枪了。是的。这把枪的话，如果带过来正常吃一刀救下前锋之后，能把镜像给他用枪打掉，那么给到前锋一个删掉空间，可能会把密码机给拖出来。对的，可能会删出的，这把就不是一个平局。这里熊者是选择让球出来，那现在双方都在博弈啊，因为也害怕我出刀被你给电断了。这样的话贴到椅子面前打一刀。看一下有身位，这把枪还不是很好开的。成龙得贴近身位稍微垫一下，看看能不能挑战电断这个镜像。不过现在好像我平地追了一刀，这边是头铁过板啊。对的。板子博弈上面前锋稍微着急了点，这把枪我先交电再交枪吗？扛一刀。在赶过来的路上了，这一刀扛到了。那这样的话前锋还是有一定的穿行空间。我盖到了，可以。但这边星源过来了，可以。了呀，对，双方。那星源这把枪直接开吗？有点着急了，我感觉。但是这把枪开出来没有问题。特别的打中了，对的，打中特别亮。那现在624的小说家也过来了，是的，两个所有人都过来保。那这边的话，星源要不要选择扛一刀？好像这个身位够进窗，所以不用扛，很稳。交闪，第2个闪现好了。哦，闪现击倒，这边没有机会了。OB 位也用掉了电，而且在地上也起不来。刚刚阿福的话也是非常细嘛，看到你小说家过来 OB， 我直接利用镜像我转过去了。红地转过来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保护这个前锋。那这样一波操作的话，前锋是确定挂飞，密码机的话应该还是差1台多一点。对的，这边镜像投星源转过去，那这一刀的话稍微有点难追了，因为比较远。对，而且星源他还是个满状态嘛。是的。不过有点哎，旁边是谁呢？旁边是2个在调整状态一个队友，不过是的，哎，没有看见，对，在滑梯下面。对的，视野盲区这个位置的话，继续追击我们的星源，但没有进板，那这可能会平地追的。不过这里如果拿一刀的话，一个受击加速是可以转到一些像滑梯或者是车站或者是鬼屋这样的一个有道别差的一个位置。对的，那应对红夫人这个镜像就会比较安全。那这样的话还是选择先去博板，那看一下队友有没有过来。队友想扛刀，那往这边转的话就是找队友的一个配合了。是的，这边小说家是有输液的，要不要看？可以抬刀的一瞬间，直接控制我们的监管者进行一个反走。对，那这样的话，应该星源就能够拉开很远了。看一下阿福他还要不要继续选择去追击星源？对的，因为这边身位比较开了，这个镜像投过去可能是拿不到这一刀。对，可能只能起到一个赶路作用。那这边还是追击我们的小说家。哎呦，可以，差一点，大胆翻，这一刀差点震慑。哦呦，还是艺高人胆大。对。心理的一个博弈拿到了上风，这样给到一刀，镜像是已经好了的。我们能看到球童已经在尽量的去抢一个密码机了。是的，这边镜像可以这一刀，哦呦，可以说也吸出来。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你换位了。这边废掉红夫人的镜像之后，同时又是15秒了嘛？是的。而且在板区也是比较安全的。这边如果想要进行一个持续追击，可能还是得等到下个镜像。看一下，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话，其实求者那边的密码机其实偷掉了不少的。对的，这边直接过板，博弈了一个砸头。头铁，但头铁的话，红夫人头铁就容易被盖，而且这边要给到我们小说家一个吸树叶的时间。是的。密码机又上最后一台了，又好像被吸好了吧？可以。对。这边小说家很秀啊，3个镜像，3个树叶，全部控走。那刚刚也是能看到囚徒那边的密码机已经达到了7、8成，现在已经85，那个应该是能在镜像好之前把密码机给压好了。是的，这边红夫人也选择去进行一个守密码机，因为感觉密码机快够了。对，但是因为你现在的一个技能，不管是镜像还是你的闪现或者是传送都没有好。可以，这边密码机直接亮。
回光返照，但这边囚徒的跑位有点尴尬，先垫一下，垫一下，可以飞掉你这个镜像。看一下头顶过板，哦，有过板刀没有过到，有点可惜。那这个闪现要交吗？闪现交的话，这把应该是个平局了。看一下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技能的机会。哎呀，没有抽到，没有抽到，有点可惜。但闪现在手上，这个位置还是蛮稳的。如果说你想要进行一个走地窖，还是比较困难。就看是选择用镜像去击倒，还是用技能去击倒。这把镜像还是说没有说投到求生者这个脸上，那前面又是一个地窖，哦，跟上局很像啊。结局但这把闪现在手上，所以最后也是有惊无险，带走了我们的囚徒。对。看一下求生者那边，小说家跟信仰也是安全的出门。是的，这边挽留还有70多秒，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出门保下一个平局。这把的话也是求生者这边拿出了一个跟上一把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操作，也是能一些角色嘛，也能看到他们之间的一个配合跟相互的一个辅助。对的，有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个对局，但是最后还是打平。对，感觉比较可惜的是，感觉诺西去拎球的。3名玩家。对的。直接进入到比赛，还是很期待啊！就两边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就在我们娱乐活动里面，还能有一点那种竞技味道在里面。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其实什么角色没有区别，是的，看自己喜欢。我们角色选出来就是展现一个美貌，展现自己的皮肤。我喜欢，对的，这个时装非常好看。那现在双方就是面前都有一颗球嘛，一个击球。对的，在面前的跳台和左边跳台以及右边跳台分别有3个球。这是开局的，然后经过我们时间的一个推移之后呢，场面上的球也会越来越多。看到小女孩跟园丁就马上说去找到了自己手里的球。是的，这边先知的话也是进入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啊，这是地图的一个边界，这地方想要躲避我们队员的攻击还是蛮容易的。看到阿福的话，已经刚刚把李福给击倒淘汰了。对的，目前阿福的一个战绩是1-0呀。先这边和可以，我们的选手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冲撞，将对面的球给抢到手，对，然后自己捡起来。看一下这边要不要进行，丢了一个，但是被对面接到了，有点尴尬。好，被别人反手打了一下。那这样我们阿福队的整体选手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啊。看一下能不能调整嘛，毕竟我们的对局还是比较长的。看起来还没有找到状态，那现在园丁跟舞女都是已经掉了半状态的情况了。是的，而且目前比分也是来到了3-1。那最先到达20分的队伍将获得我们比赛的胜利。刚刚一下子就拿了3分呀，很快啊！很快呀！因为刚刚阿福这边队伍也是全员半状态的情况下，就一击就倒了。对，就感觉现在所有选手他们这个位置都比较集中，大家现在都集中在这个树底下了。是的，就打混战了。是的。而且这个模式里面，我们的选手是不能进行一个调状态的，就不能把这个状态打满，所以你半状态就一定是半状态。你可能警惕性要更高一些了。是的。这边双人去打一个，哎呦，你真没办法，真没办法，因为2人一起夹击的话，你确实很难去应对。你躲了右边，躲不了左边。是的。那这边古董商也是和自己的队员站在一起啊，同一阵线，2个人一起丢。都是瞄准的礼服的佣兵啊。是的，那2个人一起丢，能接得了吗？好像礼服接住了，没有掉状态，非常的秀啊。还甚至把他给扔了回来。对的。但因为我们吴女士刚刚被击中过一次，所以它会有一个短暂的无敌效果。能看到双方的一个比分也是比较焦灼，目前4-3，分差拉不开太大。在经过开局的一个混战之后啊，两边是趋近一个平缓的状态。直接用掉一个冲刺，可以。这边是我们的古董商拿到了冲刺球，然后撞到了对面，直接把对面给撞倒了。是的，目前比分来到4-4。4-4这个比分的话，对于我们整个对局来讲啊，已经只剩下4分钟了，可能最后会进入到一个倒时，然后看一下我们谁的积分高。对，因为现在双方的拿分速度的话还是比较接近的。是的，这边狙击球，一个满速撞过去，但还是被接住了。才爆了。这边古董商一个假动作，再去进行一个丢球，调了一下角度。是的。看李福这边，哎呦，被撞到了，可以，队友来了一波配合呀。刚舞女的话，想等他的一个无敌时间结束，就是这个空隙的话，给到了队友一个支援他的一个时间。是的。这边去边缘捡个球，古董商的话拿到球之后，第一时间要返回战场支援一下队友。这边是个狙击球，而且感觉现在先知有点不妙，好像被盯中了。是的。
目前优势方的话，在红色这边也是占据一定优势，6比，哎，刚说完6比4，马上6比5，6比5了，6比6，哦呦，整个局面还是很焦灼的。对的。看一下双方，感觉已经越来越娴熟了，都已经是利用过很多次自己的一个冲刺，躲掉对方的一个攻击了。对的，也是说渐入佳境。哎，双方进行一个正面的混战，就感觉大家就跟你打明牌，我跟你面对面打肉搏了，已经脸贴脸了，开始。是的，看公路上连出2球啊。对的。这边先知也是连续骗了2下，可以最后丢下球，但是被对面接住了。对，自己也接住这个球，哎呦，但可惜被后续来了一个球，2人同时包夹也没有办法。阿福这边骗一下，可以很秀，一个假动作晃过对面，再接一球，成功击倒了我们的游戏。这样的话，比分来到了10比8，感觉一直还是红方这边会稍微有一点点微小的优势。是的。11比9，一直是一个2分的分差。对的，分差都没有拉到很大呀。双方在整个对局里面还是比较焦灼，同时他们在整个应对上面可能还是有一些试探的效果在里面。对的。在这个公路上一直是用自己的一个冲撞撞到对面手里的一个球。是的，冲撞球在手上，你不撞一下感觉手少了点什么？对，少了点乐趣。11比10，就剩下2分05秒了。对的，那感觉双方的整个对局的话，要不要再加快一点节奏？狂热阶段，进入到狂热阶段之后，我们整个对局的节奏会变得更快。哎，这边是心理和先知撞在一起，但是因为心里慌了一下，因为他觉得可能会被对面手上有球骗一下，所以接了一下球。但手上是有一个冲刺球的，其实可以选择直接撞。是的，那这里的话，刚刚也是没反应过来嘛，现在比分直接是让蓝方这边反超了。对的。哎呀，想捡球，哎，双方一直在撞。是的，不管你有没有球，我先撞你。反正我们现在是狂热状态，主打的就是一个狂热。对。那整个对局也是比较混乱，所有人都围在了一起。对，然后你旁边的队友或者是你都分不清敌友到底是我队友还是对面的。就看到不停的有人被击倒消失，然后又重新出现。对的，哎呦，这边先知被人从后面偷袭了一下，不讲武德。比分优势的话，现在还是在蓝方这边有一个1分的一个积分优势。对的，双方的比分都一直没有拉开，一直在一个比较平均的比分上面，14比5，比15。看一下最后50秒会不会有个突破？对，感觉大家现在扔球的话都比较心急了，基本上拿到球的话，我就要赶紧扔出去了。是的，我爆炸球，3杀，我的天！而且3个人都被击倒了。不光是有对面的人，好像自己的人。所以说这个球还是我们刚刚说的爆炸球的乐趣在于，它那个威力真的是非常之大。它是一个范围型的攻击，你稍不注意的话，就可能会被进行一个击倒，或者说被误伤自己的友方。那这样的话就剩下22秒了，感觉这个比分差很难再去追回来了。红方要不要再突破一下？15比19，那蓝方在最后15秒会不会提前结束我们的战斗呢？哦，游戏结束，那我们恭喜蓝方是拿下了我们狂想之息的一个最终胜利。是因为他们是先拿到了一个20分嘛？是的。那其实红方这边的话，它的一个比分差距也是蛮小的，最后也是拿到了15分。就最后突破了一下，因为在我们整体的一个比赛节奏上面，就前期一个比分是一直没有超过2分的。对，双方一直在拉扯嘛，没有。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但是到后面到了一个狂热模式以后呢，就感觉大家可能有一些耐不住变换。对的。就整体上面前期以试探为主，就我们先试一下各自的水平，然后到底是我该用什么的节奏去丢礼球？哎，我是要骗呀，还是说我直接丢？节奏会比较长。就是来到了双方角色选择啊。下是监管者这边是选择了杰克跟速散之魂。是的，那杰克的话也是我们第5人格里面人气比较高的一位监管者，也是比较枯燥的一名监管者了。是的，那速闪之魂也是我们人气偏高的。对，你看他的一个外形吧，是的，非常的美型。那求生者这边的话，就非常多样了。首先有咒术师啊，魔术师啊，咒术师还换成了哭泣小丑。对的，野人啊，慈善家。前锋、古董商，然后还慈善家前锋。哎，因为我们这个模式里面，我们的
选择我们的求生者是可以重复的，但我们的监管者是不能重复的。对，而且像他们为什么选这么多 OB 位呢？因为我们游戏里是有道具亭的呀。对的，我们可以通过打电话去买到我们想要的道具。对，我1颗球 OB 完了，我还有1颗球，我不行，我让队友再帮我买1颗球。对的，就像我们前面看到前锋，OB 完之后1颗球没了，但这里面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买球。那同时，如果我自己球买完之后呢，我可以让队友帮我再买球。是的，是的，是的。有很多说我把道具买好了以后放在这个电话亭，等你过来捡起来。就比较考验双方求生者还有监管者的一个配合了。那能看到素伞的话是出生在玉米地的一个位置。是的，小门的玉米地。那素伞其实他前期排人的一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对的，而且我们本身在联合狩猎里面，我们的刷点也会比较紧密。对的。那这边杰克是追到了前锋，看一下第一道误认很稳，没有选择扔出去。那这边前锋直接满球拉线的小木屋，但是小木屋那边是我们的速闪之魂但是被解晕了，因为前锋是满球拉过来，但是被我们古董商股神然后一个误认加一个长距震慑的一个恐惧震慑，一个3状态的一个前锋直接就倒地了。对的，我感觉蓝胖子现在可能有点后悔，我为什么要拉到这个位置来？为什么要去拉这个速闪之魂？对。所以旁边有一个古董商，对的，想来保护一下，但可惜进到了我们监管者的圈套啊。是，那感觉前锋挂上以后，古董商的话也直接是掉了2/3的一个状态了。对的，因为我们在联合狩猎里面，我们求生者的状态是由2个状态变成了3个状态，才能吃下我们的3刀。那这里的话，打到624魔术师一刀，现在是一个联合狩猎呀。对，联合狩猎我们可以2v1啊，我们不一定是2v8。这个魔术棒交掉以后呢，骗到了杰克的一刀，但是你后面还有一个素伞。对的，而且没有安全点，这个比较尴尬。误刀，也没有躲掉。那这边的话，正常将我们的魔术师击倒之后上移。能看到前锋那边已经是能被队友救援的状态了。是的。但是素伞马上就赶了回去，在地下室进行一个收引。那能看到诺西想一个回身撞没有撞到。素伞这边想要摄魂打断他的一个交互，不过因为已经贴近椅子，所以也没有打断。对的。这里还是精准的打到了针对，打了一个针对，因为我们已经被摄魂到了，所以说他的一个视野里面，就我们从监管者视角可能看不太清晰，但是求生者视角他是很多监管者在追击他，而且不能交互，所以说还是比较难受的，比较难受的。这样的话，因为杰克也赶了过来，所以说队友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这个前锋保下来，所以他又进入到了地下室。是的。这边一个假闪，稍微干扰一下，可以直接传过来，2阶打断我们前锋的拉球，打断了他的一个拉球。这边打掉一点状态之后，还可以继续回去守乙。那这边蓝胖子比较尴尬呀，2波都在地下室，那这不好救了，可能要卖掉吗？想打落地刀，这边猫子被打了一刀落地刀，哇，这个状态感觉不好救。飞龙想过去抢救，但是。不仅队友没救下来，自己也要倒在这儿了。对的，最后手电筒照一下，但只能照晕一个嘛。给大家看一下子弹家的一个技能状态。那这里手里因为刚刚还有一个魔术棒，这里还要照。还有球稍微躲了一刀，这是刚刚蓝胖子的一点点遗产。一个蓄力刀，正常带走，那又进地下室里。没关系啊，古董商过来了。古董商后面还跟了个素伞，那感觉还是走了吧。这样的话，现在家也进入到了地下室，保不住呀。对，求生者这边破1还是比较慢的，只破了1台密码机。对的，那联合狩猎主打什么快乐？我玩联合狩猎从来不修密码机的。那这里素伞的话也是可以去买一个道具，因为他刚刚的一个击倒得分也会比较多嘛。是的，他现在手也是非常富裕的。这把野人的话好像还没见过呀。开局见了几面。这边野人好像是自己被打下猪了，然后被杰克追击。空垒招没有想法，因为可能还没有买上一个状态。对，因为现在一个节奏对于监管者这边来讲很好嘛，他们不用着急。是的，可以先慢慢买上状态之后再打。对，给自己加很多的一个 buff。那这样的话还正好，左边一看自己的队友追着诺西就追到了中场，是的，还是后面接了个误刀，人都倒了，是不给你活路啊。是确保嘛？如果你刚刚没接倒的话，我这个误认在你跟上。对的，那地下室那个猫子有没有人救啊？有没有人啊？快要被放飞了呀！好像是没有人呐。状态掉得很快，可能是买了一个加速放飞的一个试剂啊。助燃剂，对，让它的一个起飞会更快。那这边的话，放飞2名求生者，对于我们监管者来讲，节奏非常好啊。是，而且剩下的求生者他们一个道具基本上都已经空掉了，而且状态也不太好，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补充。这边野人上出空垒刀，
哎呦，那这边走位还是骗了，非常的秀。选择不追击了，因为我们野人上猪之后，它的整体的移速会比我们的监管者要快。对的，对的，而且你追击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收益。是的。看一下，又来到了刚刚电话亭这边打个电话要、看了一下，是有耳鸣，稍微排一下。这边传到木屋有没有意识到？看到那边在破译了，主要是密码器是已经亮掉，那过来是一个一刀倒的古董商啊，很尴尬。旁边有个哭泣小丑，这里想扔，应该是对冷冻瓶可以滑冰。这样两个人啊，可以冰上跳舞。是的，这边金柜子。哎呦，在冰上金柜子的话怎么说很稳，而且你不好出刀。是的，啊，直接兴奋。哦，兴奋去想解下一个溜冰的后摇，好像解不掉。但是这个是你自己扔的，对吧？搞一下节目效果，平了一下。这里魔术师他想要躲击速闪一个追击，没想到进去里面等了一个杰克。杰克隐身带无刀啊！这边是先吃刀再开枪啊，有点小亏。虽然说我监管者眩晕了，但是自己的一个状态也是比较尴尬。对，魔术师这边上移，好像是一个2挂。2挂之后就没有一个无敌时间。对，在正常我们联合狩猎里面。你1挂上移的话，会有一个30多秒的无敌时间。对，你的一个状态也不会掉，队友也救不了你。这样的话传送过来，李福直接一把枪等着你，后面还跟了一个手电筒。这个2连，监管者过来吃满，而且兴奋也没有开出来。是，看一下这里。魔术师没有人救，对，感觉到前锋他走到这个位置，应该是想过来赶一赶的，但是买了速燃剂嘛，所以他的起飞速度比较快，可能来不及，有点太远了。对，不是，而且还被速闪给拦到了。是的。来看一下杰克这边将子弹夹是击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之后啊，选择一个换节奏，把对局拖长一点，因为这一把的一个节奏太快了。哦，好像是击倒了。那感觉这里的话，多名求生者对都要在玉米地这里跟监管者一较高下，操作一下，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对于我们监管者来讲，视野不是很好，可能随时会追丢。这里的话，杰克也是挥了一个误认啊，一会儿让自己走得更快一些，踩在误区里嘛。2个人等电话了，现在都想买，还是让了一下，等队友先买完，谦让一下。那这边速闪买完之后，杰克买完以后手里是。哦，已经在扔了，在瞄准。买了个烟雾弹，看一下要干扰密码机吗？这边废船的密码机是在破译的，还是选择先把慈善家给牵起来，先给挂上去。挂上去之后，把对局就至少节奏还是要这边。对，因为我们联合狩猎的话，它的一个平局跟胜负之间的一个分在于能不能淘汰4名求生者。哦，这边队友扔那个冰瓶内鬼了一下。对。当铺过来是被打断了，这边蓄力刀是没有办法躲了。是的，这边酷手的话手上道具有一把枪，对，但是要小心其实2个监管者这是带了兴奋的。是的，双打的话你带把枪也不太够啊。哎，这把枪开了，但是好像没看清开给谁。这边一个当坡想要硬抓野人，看一下这刀。但是你不管当不当到，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收益，就是有一个赶路能力嘛。是的，而且这边野人的一个移速也是很快。啊，开始戏耍起来了。对，绕短模型是可以躲你的一个蓄力刀的，因为蓄力刀长，但是它很直。然后一个非常秀的一个飞轮又躲了一个长刀，但是下一刀躲不掉了，因为我们这边黑白也是买满的一个状态。对，不管是他的一个。插刀的后摇，还是说他这个移速都是比较优秀的。将野人挂上去，这是一个1挂的野人，有个36秒的无敌时间。这样的话来双十一角落排一下求生者。是的，角落没有耳鸣，那可能要换节奏了。那能看到慈善家已经自己买了一瓶多夫林嘛，可以自己回上一个状态。这边选择手椅。手椅的话，对于我们野人来讲，尽量不要给他一个26空间，对，因为他的上猪之后的一个26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他的自身的遛鬼能力也是很不错的。这里的话，感觉双方现在的一个节奏都有点停住了，放平的嘛，因为现在有一个野人在椅子上面，可能要先选择把这个野人给放飞。手飞，对。看一下求生者那边有没有过来救一下的，有想法，但这边在牵制我们的杰克，你1人牵制，你另外一个就不好救了嘛，因为双人手椅的话，你可能在救人方面就很难受。离你比较近的是诺西啊，但是因为他状态很残，骗了一刀，直接救下来。呀，打断了他的一个上猪动作。对的，这
而上猪的话没有成功，倒在椅子面前，也没有什么回避空间。对，因为刚刚诺西他一个那样的一个残状态把人救下来已经非常不错了。对，很极限。那这样的话，素惨知道你一个残状态的一个前锋在我旁边，我不会再给你2次救援的机会了。是的，那杰克这边还在和我们的慈善家进行 battle 斗智斗勇啊，对，就是这个意思。躲下手电筒，这边一刀误刀空掉，走位躲，还是蛮优秀的。那第2刀怎么躲？躲不掉了啊，直接被打飞了出去啊！对，被杰克收下。这边挂上瘾之后，应该是个2挂的慈善家。诺西就很难受啊，他刚刚想去救一下野人嘛，对，然后被赶到了这边挂上3家之后，队友直接过来救下来了，速度比较快。诺西这边也是上野的，应该也是个2挂。我们的嘎嘣脆也就在脸上呀，非常的危险。他自己的状态非常不健康，好像不好救。这边，但是满状态的公主杀是过来了。可以，当波拿到1刀之后，杰克又来拿1刀，那没事，我这边是收集加速之后到了椅子面前。这边选择追击重伤，一个摇铃哦，他还是2下摇中，犹豫了一下，对，因为前面一下摇到2个嘛，前面还有个秦风。是的，动一下，不着急挂人。这边放飞了慈善家，整场上只剩下3名求生者了呀。唯一满状态的就是哭泣小丑嘛，他现在是有3个火箭筒，刚说完就掉了一下状态，对的，吃了1刀。对，不过他的道具还是很充裕的，已经开始拉火箭了。还有3个火箭加一把枪，对的。而且这边火箭撞晕了我们的杰克，而且杰克的话，他的技能还是一个传送，他这里双打了，双打，但是躲了1刀还行。看一下这边有个离平，有个淤泥，那这样的话是1刀收走的。那场面上只剩下我们1名前锋了，古董商也已经在椅子上面，那可能这一局也要被我们的监管者收下了。那这边2人全部挂上就会结束对局，因为没有人可以救人。对，前锋想要去救援，应该也是被杰克给拦下来了。是的。那这边恭喜监管者是拿下了这局的胜利。双方还是蛮精彩的，不管是我们的求生者还是监管者。感觉监管者这边配合的也是非常默契的嘛，他们一直有保。好的，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也是来到我们的采访环节了。那刚刚呢也是结束了几场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那其实呢大家也是玩的非常的欢乐，而且非常激烈，已经是无分胜负了。这里的话想采访一下预言队长啊，这一次在玩这个第5人格的时候，进入到比赛还害怕吗？还恐惧吗？我感觉就是，如果要是知道是对面的人的话，就感觉没那么恐惧了。啊，对，是真实的存在，可能感觉就真实一点吧。真实一点就比较 OK， 对吧？然后害怕的就是那种未知的那些追逐的那些人，是不是？是。然后呢，你觉得在这局比赛当中，你玩的感觉怎么样？我感觉我就是一直在修那个电机，然后大家可能一直在帮我去分散那些监管者们，就是一直在照顾我。就是能够明确的感受到啊，各位主播们呢都是一直在帮助你，然后大家形成一个团队配合，是吧？那相比英雄联盟来说，跟第5人格来说的话，你现在更偏向于喜欢玩哪一种游戏呢？其实2种是完全不一样的种类。其实我觉得都挺好玩的，就看平时可能需要的，比如说第5人格可能拿手机就可以打的，英雄联盟可能就是需要端游。所以就看大家平时需要哪种更方便，或者是更喜欢、更倾向于玩哪种游戏。是，就如果放松下来时间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去玩英雄联盟。如果是用一些碎片时间的话，第5人格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啊，谢谢我们的预言队长。好，来到嘉一队长这边了啊，这场比赛打得怎么样？开不开心？开心。那跟那么多的高手一起玩、一起对决，有没有学到一点东西？学到了。那这场比赛里面的话呢，就是有没有兑现你的那个 slogan 呢？是不是有没有人追到你，或者说你有没有送人上天？我不是一开始就那个了吗？被抓到了，对吧？然后往后是不是要更加多的去练习怎么去逃生？是的。对，然后在也是问同样的一个问题啊，就平时2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预言队长还有嘉一队长为我们呈现那么精彩的几场比赛，非常感谢2位队长，掌声再次送给他们。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啊，还有各位主播们，我们可以先落座休息一下了。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那经历了那么多场精彩的一个比赛，咱们呢也是迎来了尾声。虎牙新盛典非凡之战，今天。